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每年12月一到，整个世界都自动切换圣诞模式，百货公司播着圣诞歌，路上挂起一棵棵超大的圣诞树，连你家旁边那间杂货店都突然贴起了 Santa Claus 的贴纸。但问题来了，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圣诞节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全世界不分宗教、不分国家，大家都一起过这个节？更重要的是，耶稣真的12月25日出生吗？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拆解这个看起来基督教专属的节日背后到底藏了多少历史、文化、政治还有商业的操作。先说结论，圣诞节原本根本就不是基督教的节日。我们要先把时间倒回到2000年前，那时候基督教都还没诞生。在古罗马有个非常受欢迎的节日，叫做 Saturnalia， 也就是农神节。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农业之神萨图恩 Saturn， 大概是在12月17日到23日之间举行。听起来好像很神圣，没有它超嗨。你可以想象，就是罗马人的跨年趴，大家放假交换礼物开趴，甚至连奴隶都可以短暂的跟主人对调身份，超前卫吧。整个城市都在庆祝大家喝得烂醉，玩得疯，热闹程度几乎媲美今天的圣诞派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重点啦？12月这个时间点本来就是很多古文明用来庆祝狂欢的月份，不仅是罗马，在北欧也有尤尔节，这其实是为金人庆祝冬至的传统节日，象征黑夜最深之后，白天终于开始变长，太阳回来了。他们会生大火堆，吃烤猪肉，举杯干杯，还有装饰常青树来驱邪避难，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这些不就是现在圣诞节最常见的元素？所以问题来了，那基督教的耶稣诞生是怎么跟这些异教庆典合在一起的？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写耶稣是12月25日出生的，没有，完全没有，连月份都没提到。那为什么我们会把耶稣的生日设定在12月25日？这就要提到一个关键人物，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在西元4世纪，君士坦丁做了一件超关键的事，他让基督教合法化了。你要知道，在他之前，基督徒是被迫害的，但君士坦丁上台之后，直接翻转整个局面。但是问题又来了，原本的罗马人已经习惯过农神节、过太阳神节，突然说你们以后只能庆祝耶稣诞生，大家肯定不买单啊！教会发现12月25日这天不只是太阳神的庆典，那个节日名字还有个官方称呼，叫做 Dies Natalis Solis Invicti， 意思是不可战胜的太阳的生日。对于罗马人来说，这象征黑暗过去，光明归来。教会心想，这听起来跟耶稣是世界的光，这个比喻不是很搭吗？于是教会干脆就借用了这天。怎么办？很简单，我们把耶稣的生日安排在12月25日，这样一来，你过太阳神节，我过耶稣生日，大家一起庆祝，不尴尬。这波叫做文化整合操作真的高。但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圣诞节是怎么从罗马帝国内部的改制慢慢扩散到全世界的？那就要看后来的中世纪教会怎么包装这个节日啦。当时教会为了让大家接受基督教，很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你原本的习俗改个名字，加个意义，然后套进基督教体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北欧的尤尔节变成了圣诞节的一部分。再来，圣诞树这种东西原本是德意志地区的民俗，他们相信常青树可以赶走恶灵，教会也没有强硬禁止，反而说这代表永生的希望，象征耶稣。就这样，圣诞树也进教堂了。可以说圣诞节就像一张空白画布，每个国家都画上自己文化的颜色，最后拼成一个超大的欧洲拼图。法国人吃鹅肉喝苹果酒，意大利则有专属的圣诞女巫，巴伐拿在1月6日送糖果。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圣诞节其实就是不断吸收融合各地习俗，慢慢变身成一个看起来很基督教，但其实混合各种文化的超级节日。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才没有。到了中世纪，圣诞节一度失控，变成暴走节日，大家喝酒赌博搞怪，甚至男扮女装街头闹事，根本就像万圣节 2.0。 教会超头痛，本来是要庆祝耶稣，结果变成街头派对。于是到了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看不下去了，他干脆大笔一挥，禁了。他觉得你们这些人假借耶稣之名
新狂欢之时太堕落了。当时的禁令严格到什么程度？士兵会在街上巡逻，如果你被抓到在煮圣诞肉馅饼 mince pie， 或者家里有任何装饰，甚至只是哼这首歌，都会被没收甚至逮捕。这股风气也吹到了美国。你没听错，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圣诞节是违法的。1659年，美国麻萨诸塞州立法规定，任何人在12月25日通过以此为乐，或者不工作来庆祝圣诞节，罚款5先令。这条禁令在波士顿整整持续了22年。如果你穿越回那个时候的美国说 Merry Christmas， 你得到的不是礼物，是一张罚单。这个禁令一直到1681年才被取消，但直到1800年代，圣诞节在美国都还是冷冷清清的，几乎没人过。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慢慢恢复，甚至被重新包装的更温柔可亲。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圣诞节反而变成家庭团聚、温馨喝热可可、穿毛衣交换礼物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商业加文化双重改造的故事了。其实把圣诞节家庭化的关键推手是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得意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他们把德国人在家摆圣诞树的习俗带入英国家庭。女王一家在圣诞夜围着圣诞树合照，还被刊登在伦敦画报上，超受欢迎。英国家庭纷纷效仿，圣诞节从街头狂欢变成家里团聚，整个节日氛围大转弯。不过有了圣诞树还不够，圣诞节还需要一个灵魂，赋予它灵魂的人是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1843年，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 故事里的主角死骨鸡 Scrooge 原本是个刻薄的守财奴，讨厌圣诞节，但在平安夜被3个精灵吓过之后，大彻大悟，变成了慷慨的好人。这本书在当时爆红，它直接改变了社会风气。他告诉当时正处于工业革命冷冰冰的英国社会，圣诞节不只是吃喝玩乐，重点是仁爱和帮助穷人。可以说现在的圣诞精神 Christmas Spirit 很大一部分是狄更斯写出来的。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揭开圣诞节的另一层面纱，它根本就是一个商业界操作到极致的超级节日。我们先讲最有名的角色，圣诞老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诞老人一定是个白胡子老爷爷，穿着红衣服，笑呵呵的骑着雪橇飞天送礼物？这个形象其实是从圣尼古拉斯 St. Nicholas 这个历史人物演变而来的。他是西元4世纪的一个主教，真的存在。他专门在半夜偷偷送礼物给穷人。这个故事传到欧洲以后，各国改编出不同版本。在德国，他变成了带小孩走正道的圣诞使者；在荷兰，他变成 Santa Claus， 骑着白马从屋顶送礼物。不过这里要补一个很猎奇的冷知识，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圣尼古拉斯其实有一个恐怖搭档，叫做坎普斯 Krampus。这是一个长着羊角、吐着长舌头的恶魔。传说中，好孩子会得到圣尼古拉斯的糖果，但坏孩子呢？嘿嘿，坎普斯会拿树枝打他们，甚至把他们抓进布袋里带走。所以以前的圣诞节对小孩来说其实是有点惊悚的，是后来传到美国，为了符合美式家庭那种其乐融融的价值观，大家才把这个恐怖恶魔给踢掉，只留下了慈祥的老爷爷。再来就是美国商业力量的造神运动了。荷兰移民把这个角色带到北美， Santa Claus 变成 Santa Claus。 在1800年代，美国作家克莱门特·摩尔 Clement Clark Moore 写了一首诗，第一次形容他肚子圆圆，笑起来像果冻在跳动。后来插画家 Thomas Nast 把它画成住在北极，拥有驯鹿和玩具工厂。但最狠的商业改造来了，真正把红衣白胡子胖嘟嘟这个形象彻底焊死在全世界脑海里的，其实是可口可乐。在1931年之前，圣诞老人穿过绿的、棕的，甚至蓝的。但可口可乐为了在冬季推销饮料，请画家 Hayden Sundblom 画了一系列广告。从此以后，这个形象通过可口可乐的全球行销，成为了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虽然不是他们生的，但是是他们养红的。不仅如此，你知道圣诞老人的领头驯鹿那只红鼻子鲁道夫 Rudolph 是怎么来的吗？它也是100%的商业产物。1939年，美国著名的百货公司 Montgomery Ward 为了省下买绘本送给小朋友的钱，叫公司里的一个文案 Robert L. May
你自己写一个故事吧，我们要省钱。于是这个文案就编出了这只因为鼻子红而被霸凌最后逆袭的驯鹿，结果自己为了省预算创造出来的驯鹿，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最红的动物明星。你看这一整套圣诞宇宙，几乎都是品牌商为了卖东西一点一点拼凑起来的。那为什么圣诞节可以变成全球最大商业节日？很简单，12月是西方国家的年终，天气冷，气氛浪漫，于是零售商嗅到了商机。从19世纪后期开始，百货公司、玩具店全部开始推圣诞商品，像是圣诞卡，其实早在1843年就由英国人 Henry Cole 发明了。那时候邮政刚普及，他为了推广邮局业务，设计印制了批量的小卡片，结果大卖。所以圣诞节不只开始送礼物，还多了写卡片寄祝福的文化传统。后来陆续出现了圣诞袜、圣诞树装饰、圣诞饼干、玩具糖果，每一样都可以变成商机。为了孩子，为了家人，为了表达爱，这些行销话术从那时候就开始啦。你知道现在美国的零售业有多靠圣诞节吗？根据统计，全美一年将近20%的零售额都集中在11月到12月，不是为了耶稣，是为了销售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洲国家像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也过圣诞节，因为这是文化输出加商业输出。像日本其实圣诞节完全不是传统节日，但他们超爱过。为什么？因为他们把圣诞节包装成情侣节。而且在日本还有一个超奇葩的商业奇迹，就是圣诞节要吃肯德基。这完全是1970年代肯德基在日本的行销活动搞出来的，结果现在变成了日本人的国民习俗。不过讲到这里，我们也不要忘了圣诞节的人情味，虽然它商业化了，但它也提醒我们，在冷冷的12月，还有一群人会想着要不要寄张卡片，今年要送谁礼物。这种付出和被想起的感觉，其实才是圣诞节最打动人的地方。如果你觉得这些商业化让你有点幻灭，那我最后想讲一个真实的历史瞬间，或许能让你重新相信这个节日的力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圣诞夜，在德军和英军对峙的战壕里，原本还在互相厮杀，但就在平安夜当晚，奇迹发生了。德军战壕里突然亮起了蜡烛，开始唱平安夜。英军听到后也开始唱颂歌回应。到了第二天早上，双方士兵竟然自发地爬出战壕，走到无人区握手交换香烟，甚至还一起踢了一场足球。没有任何长官下令，这是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圣诞停火 Christmas Truce。 哪怕只有短短一天，哪怕是在残酷的战场上，圣诞节这3个字依然唤醒了人们心底渴望和平的那一面。这或许证明了，不管它怎么被商业包装，这个节日内核里确实藏着某种温柔的力量。所以总结一下，圣诞节的起源其实是一个从异教庆典变成宗教节日，又从宗教节日变成全球商业派对的超级进化史。从农神节到耶稣生日，从圣尼古拉到可乐老爷爷，从主教堂到购物中心，圣诞节早就不是单纯的节日，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变形虫。而我们也都成了这个故事里的一部分。如果你听完觉得，哇，原来圣诞节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圣诞节的哪一个部分？是温馨气氛，是灯光布置，还是红包？不对，是礼物啦。我们下支影片见，先祝你圣诞快乐。